早安，こんにちは。现在呢，我们在饭店的这个露台上，然后前几天天气都不好，那今天天气真是太好了，就整个阳光跟海映照的感觉。这个酒店在20楼，很漂亮，还有个室外的这样子的一个露天的空间。像是横滨的话，我们主要住在这叫做未来港的地方，然后这地方的话，就是会有一种现代城市跟海交错的感觉。那个未来是你会觉得说很像是个梦幻的一个自行一个城市的感觉。那今天我们要出门前往镰仓哦。我们刚刚在仓连的 JR 站下车之后，从那个横滨大概40分钟，然后现在我们打的是它这个江铁车票，是一日票是800日元，然后你可以搭1天。它主要是说它到江之岛会经过一个海上的一个火车的通道，所以还蛮漂亮的。然后这个地铁还可以经过长谷寺、镰仓大佛以及灌篮高手的那个交流道。今天大概就是会拿这个票在这边玩1天。现在已经到长谷寺里面的庭园，然后它里面的庭园非常的有名，就是它可以4季都有不同的花色。那现在是已经有点夏天的感觉了。现在这是长谷寺的入口，长谷寺里面有个观音堂，是很大尊的观音，但是不能拍照。然后今天天气非常的好。这叫变天窟，是智慧女神，然后这是女神跟她的12个童子，是她的侍从。这洞穴是长谷寺里面的另外一个神，它是所谓日本的七福神，这是七福神里面唯一的女神，她是来自印度的一个神，然后它代表的是古代的水神，然后它也是一个梵天的妃子。然后呢，长谷寺很多人会来这边写经，这是写经会场，很漂亮。然后刚刚就从这洞穴进去了。现在我来到的是仓连大佛，镰仓大佛手里，就是这个大佛。参观一下大佛的内部。哇塞！我们现在在长谷站，到这个镰仓高校前，就是可以拍到那个灌篮高手的铁路，然后这个是会在海边走的一个铁轨，很漂亮，所以我们应该会这样子去搭乘。我们现在到仓连高校前这站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往灌篮高手的片头的拍摄景点。然后这沿路已经是有海边了，很美。
再等12分钟，火车会过。这票车子。他们为了拍这个，我们要坐下一班车。我们现在搭第3层电梯来到这边，应该是那个塔上，然后现在它这有些圣诞节的装饰。我现在已经到这个江之岛塔上，它这个塔上面是可以搭电梯，1层的电梯上来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富士山。我说我们刚刚是从对面那边，然后过来这边。你看富士山，然后这边有一条，刚刚从这样走过来，我刚才是从那边走过来的，然后上山下来这里。我目前在这个江之岛的塔上，然后它这里有一层是看那个日出的、日落的地方，但是我们没有赶上。现在呢，我们在这里可以思考人生，完全没有人，很宽阔。刚刚买的那个电梯票是只能够电梯上来，下去是要步行的，所以非常的贱，我真的快气死了。他为什么不做个双向电梯呢？那万一有老人家爬上来之后发现没办法走下去怎么办呢？这是 so ridiculous， 没有道理嘛。我以为这种事情只有在意大利会发生，没想到在日本会发生。就我觉得下坡当然不是比较好走，但是我就不想走路。就他现在这边做了一个很文青的小公园，然后就是有一些灯饰，然后在这个塔里面，但是塔上去还是要钱的。它电梯票分开卖哦，每一层楼电梯票价钱不一样，所以你只要买的是全包的电梯，你才能够上来这个塔上。如果你买的不是全包的电梯的话，你就要每一层楼都要自己加钱。身后的塔下面有一个类似圣诞节的小装饰，的确是比意大利那些好看很多。哇，这好梦幻哦！或者在中间那个小房子里面。这就是上的电梯，然后这边是下去的路，下去就只能够这样走下去喽。下来这么快的吗？其实上去也没那么累，感觉是不是？反正电梯很建议买了。今天我们来到东京的郊区的清景泽一日游，那推荐大家来这边一定要买的是 JR 的通票，因为清景泽的话，它一定是要搭新干线，然后新干线的话来回的话就已经超过1万多块日币了，但是你买3日的 JR 通票的话，就到1万块，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下说，就是你如果这3天内需要搭 JR 去来回游走的话，你就需要买 JR 的通票。如果你都是在东京市区的话，那你就要买东京的地铁通票，或者是说你想要无脑搭，你就用你的西瓜卡随便刷。然后另外一个是说，例如说像我们住的酒店旁边就只有 JR 站，所以基本上你每天都得搭 JR 出去，再换成其他的地铁，所以这样就要买2个通票，有点太麻烦了，还是稍微要计算一下说你的行程。然后因为这边是比较冷的地方，所以现在已经有点枫叶喽，很漂亮。
新井泽不只是台中的火锅店，它也是一个日本真的地方，是个滑雪胜地。很多人都会住一天，可是因为这次没有安排，所以就来个一日游，脱离一下东京市区的繁杂的人们。那我们现在是要去云场池，就是一个很漂亮的湖，车站出外步行20分钟，你也可以租脚踏车。大家喜欢 Ivan 的新发型吗？他现在是洗完头之后用得好就是一种洋气的造型，用不好的话就会很像李罗。就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李罗不好，我意思是说就是比较有 Aniki 的感觉。这药水的控制呢，大家要注意一下呢。其实你在这边找了一个会讲中文的日本人帮你剪头发，他还是可能会把药水加很多哟。我们现在到云场池这个路上的话，其实还蛮多枫叶的，然后还蛮漂亮的。在我后面就是枫叶的样子。因为这次我们安排的是9天在日本的旅行嘛，前几天的话我们先在东京，然后后来中间去了横滨，其实都是比较偏市区的景点。那其实我觉得东京如果真的你不是看博物馆那些的话，其实真的太多天的话有点腻。但如果说你没有来过东京的话，其实可以多待几天。那来过的话，其实就可以安排一些，例如说像是河口湖啊、富士山或是之类的景点，会对整个旅程来讲话比较丰富一点。好的，人物就这么漂亮了，给大家看看人。People. 我觉得云场池只是一个景点，但是它沿路的风景真的很漂亮。就是这个路上都没有人没有车，一个悠扬的一个过程。它四季其实会有不同的变化，可能现在我来的时候是还没有枫叶这么多，但是基本上我觉得这里真的还蛮舒服的，然后空气很好。现在我们就它有一个类似像什么老街之类的。喜欢我的频道，可以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收到米兰最新的生活日记哦。